救我！你不救我，你不救我，你有没有救过茶茶呀？救我！让我站住！守了一宿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哎。昨儿晚上嘛去了？就你这心眼儿，中了银铃风能醒回来，算你小子造化。什么银铃风？荣族祖上传下来的本事，本身不害人，但人自个儿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，那就要了命了。你这三脚猫的点烟变冤的功夫，打今儿个起，算是完了啊！该招的不该招的你都招了，该得罪的不该得罪的你全得罪了。你这招灾惹祸的本事啊，完了更好。您说什么呢，师傅？必须泡到水凉为止。脑子不清醒，把头也给洗了。点烟变冤的功夫，打今儿个起，算是完了。把你的烦躁、失落想成是一辆电车，它叮叮当当地朝你走过来。不要回避，不要忽略它，看着它慢慢停下。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但你就躺着，看着它慢慢开走，越走越远。对不起啊，荣医生，他非要……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
不用紧张，我特意增加了盐的浓度，浮力很大，你不会沉下去的。把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呼吸上，不光是双腿，你会感觉整个身体都不存在了，只有你的意识。果然是小河神啊！这天津城里，但凡有水的地方，你都能找得着。那银鳞蜂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银鳞蜂的治疗，如果被外力强行中断的话，是很危险的事。病人被锁住的疼痛会成倍产生。作为医生，为了保护我的患者，我当然要阻止。更何况，我的病人还是天津市秘书长，这要跪罪下来，是要丢饭碗的。所以这个银鳞蜂是用来止痛的。不仅如此，人为加强心理防线，会封锁以痛觉为主的一切令人不适的神经传递与接收。给我解开。解开？治疗结束后，封锁效果不会持续啊。难道说，金门一绝的舔烟变冤？被封住了吗？这是伯乐特花的香薰，你应该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如果我分析的没错，点烟变冤的原理，应该是过敏反应导致的大脑缺氧，致使肾上腺激素激增，大脑的保护机制被强行开启，让神经元的活动变得异常兴奋，从而提升信息接收的能力。点烟变冤是怎么回事？你不用琢磨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银鳞蜂主张封闭神经元活动，而点烟变冤是要全面激活神经元。小河神潜意识被挖掘出来的压抑记忆，抑制了你的神经元活动，导致封锁作用在你醒来后还持续起效。你的临床反应实在太罕见了，我真想拿你多做几次实验。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的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给我解开。如果有一天，银鳞蜂对决点烟变冤，一定很有看头吧？不过，银鳞蜂是现代医学，不是你们江湖上的武林点穴。小河神要解开的，是你心里的疙瘩。我心里有疙瘩。我是理疗师，这种治疗不是我的专业范畴。对不起，郭先生，你已经是第2次打断我的治疗了。我的病人还在等我，如果您还不准备离开的话，我只能找租界警察来帮忙了。平时张嘴闭嘴讲科学，治腿不找杨大夫，请巫师做法。早知道你有这种需求，你找顾影去啊。那不是做法，那叫经验科学。就像中医，现在也有科学依据啊。
只是没有系统解释。荣傲霜用的就是龙族妖法。哎呀，看来那妖法还挺管用，帮着妖精说话。那你这么说，点烟边缘是不是也是妖法？哎，你这算说到点儿上了。那妖精糊弄你就算了，凭什么把我的点烟变渊给封了？疯了！师傅传给我的本事不灵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点烟变渊，它是过敏后主观上产生的一种幻觉。不灵的正好，这就说明荣医生治好了你的过敏性体质。完了，你真被那妖精给勾走了。我得找顾影去给你喊好魂儿。你今天来要是就为了跟我掰扯这个，那我们改天再说，好吧？我还有事。什么事儿啊？有白事儿啊？哎，这送百里呢。你要你就说嘛，你抢什么呀？又不是不给你。这东西很重要吗？这是试探我的一个局，拆开就表示接受邀请，很有可能要命的，你知道吗？还能粘回去吗？水上有鬼，鬼上有桥，桥下有窗，窗可窥人。郭队友，我告诉你啊，每次你让我乔装打扮，准没好事，别让我知道你又诓我。师哥，我这是帮你呢，怎么会诓你呢？鬼事不见官，见官必修饰。哪有穿成你这么羊头羊脑的人来这儿的？沿水而上是鬼事，这就叫水上有鬼。就算是水上有鬼，是鬼事，那鬼上有桥呢？这么多桥，哪个才是？这是桥吗？这是道，道是直的，桥是拱的。鬼上有桥。8号公馆，募捐舞会，这就是普通的邀请函啊！藏这么隐蔽，图什么呀？哦，围观讲道，重点不是在这张邀请函上，是为了让我来鬼市，看看我有没有江湖门路。瞧瞧，离了我行吗？当然行。邀请函只有1张，我自己去。哎，过河拆桥是吧？
想要进入女子学院查案，就得要先成为女子学院的学生。你不愿意穿这身也行，那就通过入学考试，名正言顺进入学校。我怎么就不愿意穿这身了？这么好的料子，本仙姑今天就勉强穿一下吧。开口闭口仙姑，记住，你今天是乔静。我知道，我爹是乔万生，是欧罗巴数一数二的大华商。我呢是乔家有钱有势的三小姐。要是真的就好了。今天啊，你就得当真。咱们不会被认出来吧？放心，乔静从来没回过国内。肖社长你好，我是乔国伟，我是乔万生的儿子。我是乔万生的侄子，这是佳妹，这是表妹，这是乔静。校长就在那儿，交给我你放心。等一下，哎，拿不准的时候千万不要乱说话。君瑶哥在德意志见过乔国伟兄妹，他比你了解情况。一瘸一拐的是丁卯吗？哦，是。好久不见。最近在忙乔湾区。对，走。好，那我去那边打个招呼。好啊。不是不愿意做秘书长吗？怎么还来出席这种达官显贵云集的酒会？这么长时间没见，非要用冷嘲热讽开场吗？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怎么？除了谎话，你现在就没什么可说的？那天我去找荣医生，是为了查案。之后我也确实回到了办公室，我没有故意要骗你。况且有很多案件的细节，你不需要知道。真话只说一半，就是谎言。想要听真话，就要先说真话。所以你为什么在这儿？采访。那你的笔记本、照相机呢？好了，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是我不对，但今天我还有重要的事，所以等你冷静了之后，我们再聊。早点回去，注意安全。此事说来话长，静静的父亲随前朝李中堂远渡德邦考察，无奈莱茵河畔湿冷不堪，右脚的旧疾就犯了，没办法，只得留在德意志静养。没成想养脚的功夫，大清就亡了，所以才被同僚们戏称为“一脚换江山”。只是这“换”字实在是不好听。久闻乔老先生这一脚定江山的别号，我今天算是听到出处了。是啊，叔父去国怀乡，无奈身体沉疴，只能托我先带静静回国。这不临行前托付给我一笔基金，让我回国以后兴办教育。我哪儿懂这些呀？还得向校长多多请教。真是思报家国，远见卓识，令人钦佩。那乔小姐就读的学校选好了吗？
正在考虑。乔小姐，国内的饮食与德邦相去甚远，不知道是否习惯呢？何止是习惯，相当喜欢。中华美食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相形之下，我觉得德餐要粗陋许多。欧罗巴最讲餐饮智取的要术——法兰西菜肴。正是。乔小姐，请。出席宴会不露怯，第一步，餐桌礼仪。不要出声，你那个太大了。哎，这是我的，你的在那边。别出声，你这鸟哥！别出声。勃艮第蜗牛配凡尼兰，去腥存鲜。Sehr lecker。非常美味的意思。静静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回国要说中文。不好意思。你刚才说的凡尼兰是？国人好像称它为香草。没错。它的原产地在南美，但是让整个欧罗巴都为之倾倒。据说还有一些画家将香草汁放在颜料中拿来作画呢。那看来你对西洋的美术也是有涉猎哦。略知一二。那你最欣赏哪位大家呢？第二步，有品位的艺术见识要常挂嘴边。这幅夜巡呢，是荷兰画家伦勃朗莱因于1642年创作的一幅布面油画作品。它主要讲的是不养罗本朗夜巡，好看。夜巡我在行啊。我最欣赏的是伦勃朗莱因，尤其是他在夜巡中所展现的那种阴影的对比。乔家的家风果然是出众了。哪里，周校长过誉了。乔小姐这等年纪就有如此见识，难得啊。表妹爱好纷杂，涉猎虽广，但都不精准。那乔小姐最擅长的是什么呢？画符念咒。我不来 Nachttisch。你看我都跟你说了，回国要说中文。这是2个德文单词，意思是华夫饼和饭后甜点。静静最喜欢烘焙。表妹非常爱弹钢琴，自从离开德意志，一直无暇练习。今天看到有人在现场演奏，一定是寄养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能保个耳福吗？没问题，周校长，我们现在就去准备一下。好，失陪了。知道老师的什么时候最险吗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时候。这俗话说得好，马上摔死英雄汉，河里淹死会水的人。越危险越要打马虎眼，怕什么？玩嘛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们请柬上面写的被偷走的时间啊？啊，我不喝酒。洋码子看不懂，不会点。
被偷走的时间，被偷走的时间。三之中并排卦，不寻常，必有妖。这叫做世界时钟，方便知道全世界各个时区的时间。你别骗我了，同一个日头时辰还能不一样？因为地球是圆的。嗯，算了。不是，那这中原是什么意思啊？中原是中央观象台把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，东经120度为标准的时间。东经120度，当我没说，好吧？天津就是中原时区。我冷静了，谈吧。花花肠子绕弯子有什么用啊？我说这钟，你直接写天津不就得了吗？搞这干嘛呀？打扰一下，可以借用一下钢琴吗？谢谢。第3步，要是还会演奏一门乐器，那你肯定就是大小姐啦。这羊八卦跟鬼画符似的，我怎么记得住啊？来不了。羊八卦你记不住，那什么卦你能记住啊？开什么玩笑！本仙姑打小吃的就是这碗饭。比如说正卦、宗卦、互卦、本卦、错卦、变卦。除了这些卦呀，我还会画符呀，像什么安宅除病啊、寻亲寻药啊、安胎保命啊。你就说你是想保平安，还是求富贵？把秦剑分为9组，按10天干编为甲组到壬组，忽略甲组只有3个键，壬组只有1个键，中间的7大组，每组都是12个键，对应12地支。琴谱分左右手，左手为天，右手为地。按照这个规律，我把琴谱换成了天干地支谱，你看看会不会好记一些？注意节奏，要深情，像低声细语。我从小力气大，铜锣没法变胡琴啊。你就当夜深人静，你要跟你的郭二哥说心里话。可是这话怎么能当着别人的面说呢？不要脸！既然冷静了，那就说说吧，你要怎么样才能重新相信我？时光倒流，所以，这就是你冷静之后想到的措辞吗？我
只是在很真诚的阐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你看那个英格兰，他倒着走，那不就是等于偷了1个小时？那就是1呀。不是我没点酒，1号酒，虚情假意。啊，答案在酒单里。所以这叫真诚吗？请继续。哎，中原那块表是不是停了？对，那就是2号酒，沉默是金。反正说了也是不真诚，那我不说了。谁让你点酒的？我哪儿点酒了？我是看见英格兰的钟，它是倒着走的，倒不就是偷吗？所以我就说1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答错了，被罚1杯酒啊。那酒呢？你喝了，虚情假意的。我虚。然后你看中原那块儿，停了，时间在走，表停了，那就等于转了1个小时啊。1加1不就等于2吗？有道理，但还是被罚了1杯。啊，沉默是金。看来不把酒喝完是猜不出答案了。你看美利坚的时间，时针和分针装反了，这3个钟没有1个是正常的，所以答案应该是3个钟综合来考虑。1、2、3。3号酒，疯狂的玛格列特。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。我刚才看那酒单一共就40、50盅酒，我们索性就把它喝一遍，总能喝出正确答案来的。你一个人肯定喝不完，我又不能喝酒，正好来帮手，别劝了。酒，永远是人最好的朋友。4。好的，4号酒，热情鞭挞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你们一共多少盅酒？来，700。700，天下霸唱。17号，漕运商会就在金水路17号。23。我在德意志留学的时候啊，
每次选座位都是23。5月23日，母亲的忌日。敬萧夫人。 21期《京报》刊登，见习记者萧兰兰，声明第一文。21号酒，初来乍到。67，巧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16，正月初6，漕运新船出港，我也在。 那次我们就算见过了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。16号，恍然若梦。我也讨厌我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没完没了，无理取闹。只要你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。 我算出来了，12。12号，差之毫厘，请。别吧。 午餐，午餐。要不说你啊，真是个榆木脑袋，想这么半天还没想出来。我都跟你说了。 答案，它不是固定的。我看你的眼神都快不固定了。这时间在变，答案也在变。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8点，中原时区停在了晚上7点，也就被偷走了1个小时。英格兰的时间是倒着走的，赢回1个小时。美利坚的时间与分支庄反了，他们走了1圈，也就是12个小时，但实际上只度过了1个小时。用数学转换公式就是1减1加12减1等于11。把11号酒给我端上来。 光有道不够，想入局还得有脑子。你这点形象，戏没演完，这么多人看着你呢。校长不都走了吗？还装啥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周校长真同意让你入学，你不能再住家里了。想好怎么跟你娘说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先勾我，
不住，南来不住。兰兰，兰兰，你没事吧？兰兰，没事，你咋喝这么多？因为丁某那王八蛋呗。你才癞蛤蟆王八蛋呢！说丁某是王八蛋。来，把它给我放在我背上，把你那坏脾气给我憋回去。来来来，你这个王八羔子，不听老娘的！哎，干嘛？什么意思？这是？丁秘书长要入局，绑我干嘛呀？哎，丁某，不是围观讲道吗？你跟他们盘盘道啊？不是要有脑子吗？你倒是动动脑子啊！哎，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放他走。跟我没关系。有几把椅子，请几位客。今儿个只准备了1把椅子，但来了2位，来了都是客，那就一起玩吧。不是你不识数吗？这不是2把椅子吗？那把不是给活人预备的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亥，表针走10下，答不上来，我就开枪。缺有少缺，鸡犬不留。不是，我说你这玩什么呢？又不是元宵节搞庙会，猜什么谜呀？没玩够是吧？行。还来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散发臭气的怪物，臭豆腐，不是那个雪里红，师傅的袜子。迷目是指一个人。人？谁丑？郑神婆，你大爷，你舅舅，你全家。卡尔本茨，德意志人，汽油内燃机的发明者，发明之初被称之为散发臭气的怪物。您知道内燃机，一定也知道汽油。有人说，未来100年，石油将定夺谁大谁小。今天谁大谁小，您来定夺。只留一个，还是鸡犬不留？
大丈夫有舍有得，连兄弟都能舍喽，前途无量啊！这不就是你要的结果吗？成大事者，从来就不是两利相权取其重，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汽油受光会有光谱折射，所以那池子里面很明显，那就是水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就你那鼻子，如果闻出是汽油，早就跳脚了，能做得那么稳当。稳当？我演的多传神呐！紧张和焦虑之间虚虚实实的切换，合着我刚才给你使眼色，你都没看见？没瞧见，全靠我自己的判断。我要是选择你呢，就是代表不看重局，自然也就入不了局。那这种挑拨我们兄弟关系的游戏不能再继续。哎，咱玩不玩再说，能不能先把手伸回来？这样很危险的。可以是可以，你拿枕头干嘛？我都说了，危险啊！别刺。先送他回龙王庙。好嘞，忙帮的够多了，好好歇着吧。这旗帜为什么要建在一个岛上啊？多不方便！原先有条路，这才恩取直的时候呢，水流加大把那条路给淹了，只剩坐船了。那万一我想溜出去吃个麻饼什么的，怎么办啊？或是有消息我要递出去，怎么递呀？门房会替学生跑腿儿啊，带些应用之物，把东西给门房。那也不能让别人白跑一趟。那当然，该打点还是要打点的。干什么？该打点的还是要打点的。为什么要我花钱呢？这样子，不查了，送我回去找兰兰吧。我回去就问问他，怎么会有这么抠门的表哥呢？一提兰兰就好使，安的什么心？我钱都给你了。乔金，谢过表哥。启智学校始建于光绪29年，是当时的法国驻京公使杜拜专为租界家庭提供良好教育而设立的。这是主教学楼，在民国7年的时候翻新过一次。一会儿你还会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喷泉，还有专门从翡冷翠运过来的石雕呢。真讲究啊！哎，你刚回国，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就过来找我。谢谢你啊，陈四如。对，四如，这名字取得可真猛了。琼黛如丝柳，团酥似雪花。好听。
您稍等。我说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？你忙都帮够了。我是不想来，梦见有只老虎追了你一路，要吃你的肉。一想你要入局，不就跟羊入虎口差不多吗？实在是不落忍，就顺道给你带句话，让你量力而行。嗨，我呀，后来要找先生解梦来着，说这叫虎口拔牙，富贵荣华。丁大秘书长千万别放在心上啊！吃好喝好。来都来了，坐下一起吃吧。二位爷要点什么？张三爷增崩鲤鱼。好嘞，稍等。信封里的线索是18刀，于是打听出天津卫有增崩鲤鱼18刀，昂首弓背尾巴翘。张三爷的绝活，从活鱼到成型不多不少，正好18刀，既能保证鲤鱼表面的完整，又能活灵活现地做出愉悦的造型。打听天津卫的吃食，还用问于四？不好意思，张三爷今儿不在，给二位上盘月饼，赔个不是。那我们点别的就行。慢用。说说吧，这天津卫的吃食有什么门道？暂时没想到，不过这18刀我是看清楚了。什么意思？人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咔咔咔咔18刀下去，你可不连骨头都不剩了吗？安娜图书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学校创始人杜拜曾经给一位叫做安娜的小姐做过家庭教师，他们真心的相爱了。但是贵族千金怎么可能和一个教书匠在一起？她叫达利亚。她这里有点问题。这里有问题，还能跟这儿上学？她父母参加过10月革命，被捕后死在了西伯利亚。之后她就变成了这样。周校长看她可怜，无依无靠的，就把她留在了学校里面。这一片都是图书区，以后你可以在这边自习。白先生，哦，那边是档案区，学生不可以过去。哎，四如，你刚才说杜拜和安娜后来怎么着了？安娜嫁给了一位公爵，不久后就得白喉死了。杜拜离开了法兰西，一个人到中国发迹。但是他忘不了安娜，所以才有了这座女子学院和这间安娜图书馆。你咋了？我们都是安娜，注定只能被所爱的人记住而已。
小影，仙姑不在。那这月饼只能孝敬您了。你还只能？我还不稀罕呢。哟，连和风楼的月饼都瞧不上啊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自个儿吃了。撒手！您来。小影去哪儿了？你想知道啊？那你可听好了。北京肖社长领着我们出去开眼界去了。北京？我们那20多年没出过天津卫的大丫头啊，也真该出去开开眼界了，省得见天把蝎了虎子当龙。说谁蝎了虎子呢？你敢说这是和风楼的月饼？怎么了？有拿当归和昙花做馅的吗？月饼、当归、昙花。停，可以了。谢谢于老师。邓肯老师反对古典芭蕾对人身体的束缚，这套善舞的编排也是在尽力遵循一种自由。陈思如不错，已经理解了邓肯对美及自然的理念，但是先前跳的7、8位都不行，畏手畏脚，带着枷锁。如果都这样，中秋晚会的节目怎么办？都想让陈思如一个人来独舞吗？这个很难吗？不就是扭来扭去的吗？你别说了。新来的这位同学，你有什么问题？要不要上来试一下？我没有学过。没关系，伸展一下肢体，我也好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行，那我就来一个。我只会一个，这鞋我穿不惯，就光脚就好了。5、6、7、8。山西小溪雨多深哦，水起归斜。归太虚西呀。追随自己内心的情感，赤脚与大地亲近，使身体的外部形态返回自然，这就是邓肯老师一直推崇的原则。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顾盼生辉的乔静。陈思如，啊，这几天你带着乔静好好排练，中秋晚会的节目就你们2个搭档。好，加油！
混进启智女子学院只是第一步，最重要的是，我需要学生档案，这样才可以核对失踪女孩的身份。意外死亡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哦，我在自习呢。这么晚了还自习，不休息吗？笨鸟先飞，着陆先行。我本来就比别人来得晚，我再不多看，怎么能跟得上呢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别急啊。罗马，那不就是驴吗？驴没有马跑得快，我知道。等等，你刚才看的是高年级辅念读本，先读这个，循序渐进。谢谢，我会认真阅读的。叫我白先生，平时都在这儿，查什么资料尽可以来找我。谢谢白先生。一开始说什么9牛2虎1鸡，我真的不太相信。麻烦一下，我有些衣服要送回家洗。地址啊？在这儿。搁这儿吧。明儿早第一个送你的，辛苦了。哎，咱说哪儿了，常主任？哦，9牛，都说这铜牛、火牛之后，肯定还有其他牛，我猜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。哎，不对，您这是10牛啊。
达利亚，你这手怎么了？他逼我的。谁逼？你走吧，不要待在这儿。学校没有你看到的这么简单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来看，从那天之后，这就一直有个凶啊，还有扶桑花，把它清理掉，第二天还会出现在这儿。是吴文梅，她不想走，被他们看上的人都会被带走，不服从就会跟吴文梅一样。吴文梅又是谁呀？她就在这里，可坏了，我不想跟她一样，是她逼我的，是他们逼我的，是他们逼我的，是他们逼我的。你别害怕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。你等着，很快，你也和我一样，要么和他一样。你知道陈叔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你下手吗？因为他还没有调查清楚你背景。陈思如，达利亚，你怎么又乱跑？快去跟校长说，找着了。好。乔静，你怎么也在？这里是危楼，学生不能进的。你快回去。是他逼我的，是他们逼我。帮帮我，帮帮我。达利亚，你说什么呢？来。要不我送他回去吧。天都黑了，而且这边的路你也不熟。没事，我能找着。我送他回去吧。走吧。等等。这么晚不回宿舍，等着挨处分呢。白先生，中秋晚会我跟乔静有场表演，但是舞蹈教室锁门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这儿排练，对吧，乔静？嗯，是吧？先回去吧，明天再说。走吧，乔静。走吧，达利亚。再见，白先生。是不是弄错了？这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有见过中秋节晚上这个点打烊的吗？还记得那天小孩上的是什么吗？月饼。那个月饼我吃了，馅儿里居然有当归和昙花。月饼，中秋，昙花，晚上8点开。当归嘛，就是回到这儿，
那么3样东西连起来就是中秋节晚上8点回到这儿。海上生明月，天阳共此时。欢迎丁秘书长。和风楼没少来，没想到还有这名堂。老爷，老爷，就叫你别来了，别来了！哎呀，这又是什么局啊？21点。啊，怎么又跟时间有关？能不能有点新意？这是法兰西的一种纸牌玩法。甭管法兰西、法兰东，要命的就不是好东西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吧我。哎，国爷，您请上座。我坐哪儿啊我？落座即开局，中途不得退出。你有2次机会，赢我一局，就能拿走信封。漕运商会转让文书。上了桌，赌注只有2种：身家、性命。胡闹！进了门上座的客人，只有2种情况能下去：加棒、收尸。耐心点儿，踏实看吧。明儿家属就签字了，矿场都归在您的名下。今天什么日子？中秋啊！中秋节收矿，叫人家怎么团圆？嗨，谁让他太贪心呢？他非得赌命。说不定明天，漕运商会就得劳烦您打理，您得受累喽。吃不下了。漕运都转让给别人了，拿命赢了信封有什么用？漕运没了，你有什么脸活下去啊？入局就看3样：路子、脑子、胆子。都到这儿了，别怂啊！什么身家性命，只要到了这儿，赌的就是命，不如一把赌痛快了。不押身家，就只剩性命了。
我赌命。本人现将漕运商会转至五河捞师队，郭德有名下。刘一手还算有脑子啊。小心点啊！哎，你那个帘子往里面收一收吧。哦，好。椅背擦干净一点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后面的灯再开一排吧。啊，我去吧。哎，那个也小心点啊，轻点抬。在我国家，人们认为恶魔在左肩，天使在右肩。我帮你把恶魔打走了。鲁班门前耍大斧，哪只鬼敢在本仙女肩头坐呢？鲁班是谁啊？开什么玩笑！你连祖师爷都不知道？你爷爷。聋子爱打岔，傻子爱说话。耶！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？衣服开装，皮肉受伤，倒霉倒霉。你给我吧，演出之前一定给你缝好。这么厉害啊？嗯，那就拜托拜托了。乔静，上台和最后一遍。杨数字我认识，养马的算几点？人头都算10点。
24，小着呢，刚好21点，这最大了吧？都是21点，平局吧。3个7，翻3番，这才是最大。庄家赢。我加码，我用漕运商会赌他的命。郭队友，你是没搞清楚我为什么商会给你吗？是因为如果我输了，漕运好歹还有人接手，不是让你接着赌了吗？你是活鬼，我看不见你。你老跟着瞎掺和什么？我死了，我认命。吃喝嫖都是赔，唯有赌博有来回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次再输了，漕运商会就毁了。我师傅说，赌嘛图个乐，你们玩太闷了，咱换个热闹的玩法。怎么算热闹？你非要保我的命，是不是因为恶水之源爆炸那天你没救？赶老杨，你心里有愧，想要救我弥补一次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坊间骰子戏3个相加，点数大的为赢。好啊。好。希望不管我接下来干什么，你也像那时候一样，别管我。敢不敢再赌大一点？他的命和那封信，我都要。漕运商会只够换命，那就再加上我的命喽。呵呵，好玩，好玩。庄家先请。承让。566，还有一面儿，扔3个6就行了。上回我没救你，你还信我吗？我从来就没不信过你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师弟没白手。2副骰子都是你们背的，使诈怎么算？不给换，真有猫腻。请。公平。5。
其他学生回宿舍。走，快走！